不是要擅闯这个林子的，我只是借个路。我是青丘白凤九，休得无礼！东华帝君。 你是何人？东华帝君。啊？你还想这样抱着我多久？你真的是东华帝君？不像吗？不像，我在哲言的藏书里看过你的画像，真的不像。哲言？哲言，十里桃林的上神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青丘五荒之北荒帝君之女，九尾狐之后青丘白凤九。青丘白凤九见过东华帝君。原来是白家人。白家的人竟然还会怕一只金泥兽？你还未飞升上仙吧？没。既然东华帝君救了凤九一命，那凤九一定要报答的。不必。那如何是好啊？我姑姑时常教导我说，这世间有因果循环，有因就一定要有果，有欠就一定要有还。你姑姑，青丘白浅，帝君可认识我姑姑？曾有过几面的缘分。你姑姑和天族，他们的缘分可是深得很。是吗？为何我从来没有听姑姑提起过？她似乎不太愿意提起天族的事情。难道你不知道，哲言和狐帝白芷现在正在天宫，为你姑姑讨说法？是吗？你还想跟我多久啊？我只是想要报恩。回帝君，小仙在此守了快7万年，这东皇中从来没有异常。可本君近日观星象，擎苍似乎有所活动。怎么可能呢？擎苍不是早在几万年前就被墨渊上神封印了吗？若真如帝君所言，小仙恐怕……我知道你应付不了擎苍，时刻盯着这钟，10日内若有任何异动，震动此灵，本君就会立刻赶来。小仙遵命。切记，无论有任何异动，都要用法术震动此灵。遵命。本君念你是青丘帝姬，先前的事情不与你计较。倘若再跟上，休怪本君不客气。那位，回公主殿下，是东华帝君。
我在2万年之前随义军一起去天宫时，曾有幸看过他一眼。这位帝君在天宫辈分极高，就连天君也要礼让他3分。他为何会在此处？这，属下就不得而知了。先不管他们了。父君，自从那日大战以后，大哥就不知所踪了。二哥哥早就不是从前那个他了。他仍旧记恨父君对他生母所做的事。7万年了，他始终不肯来看父君一眼。父君，求你保佑我早日找到我大哥哥。三叔一路跟我到这里，可是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有吗？竟走到此处了。三叔若是有话，你说吧。哎，夜华，你于修仙以来，已创了许多无人能出其右的勋绩，又是今日的太子，明日的天君。但你在三叔眼里啊，终究算不得圆满。我如何就不圆满了？你我此刻站在此处，单凭一眼便能使得月之盈亏。但要说到圆满，就需要立了情滋味，才能使得人生之盈亏。你还缺个情节。情？你看你那一副不屑一顾的小模样。那我问你，你二叔今日所作所为，在你眼中算什么？作茧自缚。哦，那若是要你娶一个从未谋面又不知道性情的女子，你会甘愿吗？那我随便打个比方，要是你娶了那青丘白浅为妻，你会如何？无论是青丘白浅，还是白丘清浅，都没有什么差别。只要天君赐婚，娶了便是。此话当真？三叔是在试探我的口风。我是在想办法救你二叔。我看他这次是动了真感情，我怕他因为那条小八蛇惹下大祸。所以三叔是想让我代替二叔去娶青丘白浅。不错，你是天族主君，虽然还没正式受太子印，但自从你从政这2万年以来，四海八荒的神仙早已尊称你为太子殿下。只有你可以平息这件事，只有你可以代替你二叔，安抚青丘。好，这么爽快？你可莫要诓三叔啊！那白浅可与你差了9万岁。
不过是卧榻旁多睡了一个人罢了，又有何难？通透，还是你想的通透？天族与青丘的婚事，本来就是天君所提，如今闹出此等笑话，这四海八荒将如何看待小女白浅？天君，可知晓？除了这种事，本君也很是愧对胡帝。这个小八蛇着实可恨，身为白浅上仙的婢女，竟敢勾引小儿，还企图嫁入天宫。就是胡帝能忍，本君也不能忍。依我看，小五也没把这门亲事当回事儿，不如就退了吧，如何？不，这婚不能退啊！这是我天族与胡族的约定，怎么能因为一个小八蛇，耽误了这么好的一桩婚事？对呀，我觉得天君说的也很在理呀。而我看呢，二殿下对我们家小五也没什么意思。白兄，你我也不好硬生生的就拆散一对有情人，是吧？是。胡帝啊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怎么退婚也说好，不退也说好？我觉得你们两个说的都很在理呀。太子殿下，孙儿见过天君。起来吧。是。二位上神，这位就是本君的孙儿，夜华。夜华见过二位上神。你与墨渊可有何渊源？并无渊源。天君难道不觉得你这天孙与仙世的墨渊上神长得一般无二吗？本君也曾为此困惑，甚至本君曾想过，墨渊上神虽已灰飞烟灭了7万年，可能保住一丝魂魄，经过2万年的调养，借夜华的身份出生。借太子殿下的身份？不会的，墨渊若还是有一丝魂魄，就绝对不会投身到别处，他一定会回到昆仑虚的。这也仅是本君一开始的推断，后来啊，慢慢就释然了。墨渊上神是在25000岁飞升上仙的，我这孙儿啊，2万岁就已经飞升上仙。这孩子就是要证明，他并非是墨渊。哦，2万岁就可以飞升上仙了，后生可畏啊！的确了得。不知太子可有正妃？天君尚未赐婚。不错不错。二殿下，今日殿上是不是来了很多宾客？除了不喜欢热闹的东华帝君，该来的都来了。下去吧。是。怕吗？少卿不怕。
如今众仙都在殿上，我若趁这个机会向父君求情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倘若他非要你性命，我便陪你一道。二殿下，我给了若水土地一个信物，若近几日擎苍有什么异动，我会亲自去看看。可要先禀告天君呢。等等吧。二位上臣，停，退下。是。够聪明的，选这么热闹的时候来求饶。早就说了，这个主意不好。说什么一唱一和，这婚事就体面的退掉了。眼下可好，当着众神的面，那小五就更没面子了吗？哎，你这可怪不得我。我怎么知道这二殿下这么有骨气呢？桑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不顾本君的禁令，擅闯锁妖塔！求父君成全不孝子。绍兴他本来就不会什么法术，如果儿臣再不救他，恐怕熬不过今日，他就要困死在锁妖塔内。他死他活，你竟如此放在心上，甚至不惜一切，死也要跟他死在一处吗？是，儿臣愿与绍兴共赴一死。好，本君成全你。今日就当着这两位上神的面，你和这个小拔舌就以死谢罪吧。儿臣遵旨。绍兴，虽然你我相伴只有3个月，但却胜过桑吉过往的10几万年的岁月。今日，你且先去，我随后就来。二殿下，绍兴甘愿与你共死。胡弟呀，你看这2个孩子情投意合得很，又不是犯了什么10恶不赦的大罪，
不如你赶快决定退不退婚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。既然折颜上神为二殿下求情，不可。错在天族，天族必须给胡族个交代。父君可否听儿臣一言？你想说什么？儿臣认为，二哥与白浅上仙的婚事，就此作罢也不错。放肆！天族和胡族的婚事，是你要作罢就作罢的。父君，请听儿臣说完。你说吧。若再有此等放肆言语，本君就重罚你。多谢父君让儿臣说完，也多谢胡帝让我放肆开口。二哥与白浅上仙的婚事，也是天族与胡族的婚事，是大事，是要事，也是天族与胡族的情谊所在。那既然二哥不能迎娶白浅上仙，倒不如换天族另外一位身份尊贵的人来迎娶白浅上仙。一来，这仍旧是天族与胡族的婚事；二来，也保住了两族的颜面。哼，成婚之人岂能说换就换？你当我们家小五是什么人呢？胡帝，请不要误会，连宋不敢小看胡族，所以连宋口中说的那位身份尊贵的人，唯有天孙夜华。夜华，不错，就是天族太子，下一任天君，夜华殿下。这主意听起来确实挺有意思的。上神果然是个明白人。我二哥和白浅上仙素未谋面，也谈不上什么感情。如今他也有了心上人，更是配不上白浅上仙。若是我二哥要继续这种婚事，那也是委屈了青丘，委屈了胡族。不错，确实委屈。可若是换成夜华呢？那是我天族更大的诚意。她是未来的天君，若是白浅上仙嫁过来，就是未来的天后，是天宫最尊贵的女人。如此一来，岂不是皆大欢喜？不错，不错，确实是会皆大欢喜。我倒也觉得他和小五很是般配。当真？我是看着小五长大的，我怎么会给他选错姻缘呢？他脾气倔强得很，上次给他定了婚事，他就百般不愿。今天好不容易把婚退了，你再让他结一桩不清不楚的婚事，岂不是更麻烦吗？倒是再不满意，那就再退掉好了。我和胡帝也是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，不知天君意下如何？夜华上前听旨。天君，本君今日就为你定下这门亲事。待与胡帝商定完婚日，你便替我天族将青丘东皇女帝白浅迎娶入天宫，为正妃。你继天君时，白浅继天后。孙儿遵旨。桑吉，儿臣在。流放北地，贬为北海水君。儿臣遵旨。臭小子，便宜他了。为了一个女人毁了一生的前程，何苦来着？唉，三叔这里啊，还是有些内疚，一口气上不来也下不去的感觉。三叔若是内疚，
不如三叔去娶白浅吧，也算是一桩好姻缘。她可不是个简单的女人，她是胡帝之女，青丘东皇女帝。日后若是飞升上神，便是这四海八荒唯一一个哪个都不敢惹的女上神。刚才若是在店里，我想娶她，那胡帝白芷和折颜上神也不会看得上我。三叔不必再解释了，事已至此，夜华娶了她便是。唉，亏心呐，亏心。你为何要接这旨意？为何不接？夜华，我知道你却晓得我对你如何。既然你都晓得，你为什么要做出这副模样？你觉得我应该晓得什么？你该晓得，我喜欢你。苏琪，我一直将你看作我的姑姑，像尊敬我的母妃一样尊敬你。你是嫌我比你大了2万岁，可你未来要娶的那位正妃，青丘之地的白浅上仙，却整整比你大9万岁。夜华，我不该这么说。我知道，你也是情非得已，也是为了安抚青丘。没有什么情非得已，正妃迟早要娶，娶谁都一样。有本事，你便像白浅一样，让我非娶了你不可。苏锦啊，你跪本宫也无用啊。这天宫里有资格为夜华赐婚的，就只有天君了。那我便去求天君。素锦，本宫有句话想告诉你。娘娘，本宫是亲自将你带大的，知道你对夜华的心思，也知道，如若你嫁给夜华，一定会对他一心一意，照顾有加。可这仅仅是本宫的意思。天君和夜华的父君对他寄予厚望，能被赐婚给夜华的女子，必是天族、望族。你可懂？娘娘的意思是，素锦虽为公主，却只是虚名，背后无族人，无家人，甚至连父母都没有，没资格嫁给下一任天君，对吗？不错。素锦也生于望族，
只不过他们都在那一场大战中为天族，为天族。不错，你河族上下是为天族献身了，所以你才被封为公主，由本宫抚养。倘若夜华对你有意，或许你还有机会。可是他对你无意，你何必执念于此啊？去寻一个待你好的人吧。哎呀，可是震死小仙了！刚才那只金泥兽啊，可比你厉害多了。金泥兽？可是异界山林里的金泥兽？哎呀，那可厉害得很呐！怕只有法力高强的上仙才能镇住它。又是上仙，又是上仙，能不能不要再跟我提上仙了？我也不知道何日才能飞升。哦，对了，不知仙姬再次召唤小仙，所为何事？帝君说，方才给你的小铜铃，只要此处有异动，你就用法力来镇灵，这你还记得？小仙不敢忘。如今帝君他改变主意了，说让你用这个笛子更妥当些。这……你不相信我？哎呀，小仙怎敢不信？仙姬同帝君一同来此，小仙是亲眼所见。只是这小铃该如何？你给我就好了。好，仙姬说好。那小仙告退了。哎呀，糟了，我得赶去给姑姑过生辰了。娘娘饶命！求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哼，饶命！你也知道，本宫会要了你的性命吗？本宫只不过是看你一张脸，与本宫有几分神似，才将你从一众宫娥中挑出来，特意送到君上身边侍奉。你竟然敢偷偷倒掉婢子汤药，怀上了君上的骨肉！你只不过是一个宫女，也尽想妄图生下皇子吗？娘娘，不是奴婢，是君上。君上他太想要个孩子了，我已经连续侍寝他3个月了，却不见我肚子有动静，他就找来巫医为我诊脉，这才发现我喝了婢子汤药。对，是君上让奴婢不要。住口！娘娘，是奴婢违背了娘娘的意愿，请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饶命？你若没怀上，我或许还能饶了你一条性命。可如今你以一个贱婢的身份怀上了，你让我怎么放过你？难道你想让君上为天下人耻笑吗？娘娘，带下去，今夜处理干净。是。玄女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对你忠心耿耿，你却如此对我，还说什么我是贱婢，根本就是你自己怀不了孩子。你是妒忌我只陪了君上3个月就怀了孩子，你是活该，是报应，是背叛天族请求的报应。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有孩子的。本宫现
现在就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做不得好死。把他扔入极寒之地，喂雪狼。是。玄女，你一定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！哎呦，小狐狸回来了。嗯。凤九这回是特意赶回来给姑姑过生辰的，祝姑姑继续做四海八荒万万年第一角色。姑姑听了此话，可还欢喜？欢喜。姑姑还是老样子，为老不尊。敢说姑姑老，就让你做一阵子小狐狸吧。这是个好东西啊，虽然不知道你是打哪儿偷来的。姑姑这是要去哪儿？当年的昆仑虚，仙雾缭绕，众神朝拜，怎如今也落到这种地步？原来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昆仑虚啊！从今日起，你们就是昆仑虚墨渊战神座下16弟子，紫兰神君。谢师傅。17弟子，司阴神君。谢师傅。曾遗憾错过。师傅，这是我的天劫啊！师傅。
昨日途经十里桃林，到折颜那处，给你取了3壶桃花醉。师傅为什么会给我带酒啊？明日不是你的生辰吗？姑姑深夜来此，就是为了偷酒喝。小丫头，你也跟了我一路，可领略了这天族第一圣地的风采。姑姑呢，要出一趟远门。这个册子里面记载了一个法术，这法术如今只有我一人知晓。若我死了，令法术失传，四海八荒就要有大麻烦。你这铃铛是东华帝君给你的吧？我刚才一看便知道了。至于你这铃铛是如何拿来的，若姑姑还有命回来，再好好审。为何如此说？姑姑，你要去何处？你肯定是想问姑姑要去哪儿吧？你一定也知道，姑姑不想说的事情，谁拿我也没办法。你在此睡上3日，3日之后，我用来保护你的仙杖会碎掉。震动此铃，替你换来帝君。睡吧。果然要解除封印了吗？你个小仙，还是去保命吧。7万年了，墨渊魂飞魄散，也不过就困了我7万年。秦苍，你以为过了7万年就能快活了吗？我师父虽然不在了，他却将这封印术法传给了我。我白浅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将你再锁上7万年。你是墨渊的徒弟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青丘女帝白浅，也就是当年的司音。嘿嘿嘿嘿。红莲夜华，你想封印我，除非是墨渊复生。我要你敛去容貌、法力，终其一生在凡间受尽生老病死之苦，永
远都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哈哈哈哈昨日这擎苍还有要醒来的征兆，今日怎么又如此平静？哎呀，哎呀！小老儿参见帝君。你为何如此模样？回帝君，这日出时，这东皇钟似乎真的有了异动。可小老儿刚刚探出头来，就被一个极美的姑娘给打回去了。极美的姑娘，正是。可是昨日随我来此处的小姑娘，哦，不是，不是。那会是谁？哦，对了，昨日跟帝君一同前来的那个小姑娘，曾用此笛唤走了铜铃。哦，这东皇钟已经再次沉睡，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。笛子给我吧。是。小仙告退。谁丢的扇子？算了，先收着吧。这里是哪里啊？我是谁啊？我的家人呢？主人住的房间吗？我是谁？上神，小五可在？姑姑，
他不是说去十里桃林了吗？上神没见到他。小五昨夜确实住在了十里桃林，可今日晨起却不见他的踪影。他可回来了？并没有。不过折颜上神在此处。折颜？对。他从天宫回来了？嗯。不错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这么好的兴致，会来小五的狐狸洞呢？你怎么在此处啊？我刚从天宫回来。是啊，我只惦记着小五去了何处，却忘记你去天宫替他退婚了。来，让我跟你说说他的婚事。这婚事可退了？与二皇子桑吉的婚退了，但与天族的婚约还在。哎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待我慢慢讲给你听。帝君，他是震动了吗？你为何在此处？我是跟着我姑姑来到这儿的。姑姑，就是那位从不露面的青丘白浅。对啊，我姑姑就是白浅。我记得昨晚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昨晚了。我睡之前看见我姑姑离开十里桃林，所以我就跟着她到这儿来了。莫非你姑姑和昆仑虚有什么渊源？没有啊，我从来都没有听姑姑提起过。这个可是你姑姑留给你的。不错，是我姑姑留下的。你可知道这上面记载着什么？我姑姑说，上面记载着一个术法。不错，它记载着上古神器东皇钟如何封印元神的术法。东皇钟，那不是可以毁天灭地的法器吗？不错。那不是在7万年前就在弱水河畔害得墨渊上神魂飞魄散的法器吗？不错。墨渊就是用这术法封印了青苍。看来你姑姑和昆仑虚确实大有渊源。怎么可能？我姑姑出生之后从来没有离开过青丘。真的？真的。帝君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敢骗你呢？啊！帝君去哪儿啊？你这身衣服颜色倒怪，不过还挺好看的。在哪儿买的？青丘。阿英，我喜欢你。你既已默许，为何又要如此扭捏？我什么时候默许了？李靖，你若是能醒过来，我便答应你。答应我就不能反悔。我李靖，这一生一世，都只与阿英这一人相伴。如有违反，子孙尽断，孤苦一生。当初你说的，你无论如何
都要与我在一处，现在又说是自己荒唐。好，我成全你们。你究竟要跟我到何时？我说过要报恩的。我要你报恩了吗？哲言说，欠别人的就一定要还，如果不在这儿还，就到别处还。所以凤九仔细考虑了一下，我还是主动先报恩比较好，这样我还可以选择如何报恩。那，你打算如何还？凤九还没有考虑好。自墨渊走后，这昆仑虚还从未如此热闹过。东华帝君，你来这昆仑虚做什么？我只是路过，顺便进来看一看。如今已是人去楼空，再无当年盛况。再次打扰帝君清静了。阿英，7万年了，你究竟去了何处？帝君，方才我得一悟，本帝君才明白，那东皇钟封印并不能长久。此事可要立刻奏禀天君，找寻个对策。何时会解封？就是今日解封。今日？那封印的术法，7万年便会解除。7万年？那今日在弱水河畔出现一位姑娘，应该就是知道封印即将解除，去封印擎苍的。7万年，封印会解除的事，帝君都不知道，这四海八荒的，还有谁会算出此事？并非是算出的，而是这位姑娘早就知道会有此事，却未告诉任何人，恐怕是早就做好了打算，要独自与擎苍一战，不牵连任何人。越听帝君这么说，我越是钦佩这位姑娘了。敢问帝君，此人是谁？10有8九，应该就是这位小殿下的姑姑。我姑姑。小仙还未请教，这位小殿下是？在下青丘白凤九。是胡帝的孙女，凤九小殿下。正是在下。那，你姑姑就是青丘白浅喽？不错啊，我姑姑就是白浅。那岂不就是太子殿下的正妃？什么正妃啊？我姑姑不是要嫁给二皇子吗？怎么变成太子了？此事说来话长。那就长话短说啊。好，那就要从你姑姑洞中那只小巴蛇说起。
小八蛇，你说绍兴吗？不错，就是绍兴。绍兴他。帝君为何猜是青丘白浅？你手上的那个册子，是昨夜白浅留给这位小殿下的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敦煌中的封印术法。你觉得是不是太巧了？是太过于巧合了。不过小仙有一个疑问：传闻中白浅自出生后就从未离开过青丘半步，他是如何知道墨渊上神的独门术法？这也是本君所疑惑的。况且传授这种独门术法，通常都是师徒关系。墨渊上神好像一向不收女弟子。小殿下，你可知道什么内情？我姑姑和昆仑虚没有半点关系。哦，那就奇怪了。这个疑问，恐怕只有等到墨渊死而复生，才会有人给我们答案。或者，等夜华娶了白浅，你可以亲自问问他。帝君说笑了，青丘那位白浅姑姑辈分太高，小仙可不敢随便开口。哎，这位星君，你勾起了我想听故事的欲望，你要负责将此事讲清楚。讲完之后，你要帮助我完成对帝君的报恩。报恩？没错。啊，快，你先告诉我，我姑姑为什么要嫁给太子啊？还有，你们刚才讲我姑姑封印敦煌钟的事情，我听得云里雾里的，可否为我讲清楚一点啊？走吧。啊？边走边说。小殿下想从哪一桩先听起啊？那就先讲小八蛇的吧。好。我几日不在，那小婢女竟然让我姑姑成为天下笑柄。不行，折颜和爷爷能忍，我忍不了。忍不了又如何？你姑姑都不在乎。那姑姑能忍是因为她大气，我可忍不了。要不，星君你带我去天宫吧。啊？啊什么呀？我得去教训那只小八蛇啊！那我这不是犯了挑唆之罪吗？你为了这个女人，废了自己的前程，可有怨恨？儿臣不敢。你可以带走这个小八蛇，但是不能给她任何名分。这是本君最大的宽容。儿臣遵旨。少卿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姑姑待你不薄，你竟抢了她的未婚夫婿，害她被天下人耻笑。小殿下，你还知道我是小殿下呀？千错万错，都是少卿的错，还请小殿下不要生气。小心气坏了身子。哼，就知道装柔弱。放肆！哪里来的野丫头，竟敢在天宫撒野！你敢拦我？你……哦，你就是那个负心汉，天宫的二殿下桑吉。啊，不对，你已经被贬了，不是什么二殿下，你是北海水君。你的阶品还没有我高，你凭什么要拦我？住口！北海水君，北海水君，请息怒，小殿下也息怒啊。此事既然天君都有了裁决，那二位就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。看在司命星君的面子上，本君饶你一次。我堂堂一个青丘女帝姬，不要你看谁的面子，是你先负我青丘的，我骂你几句，你还受不住吗？你，凤九，
帝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难道看着你和北海水军顶撞吗？我是在替我姑姑抱不平。这位是青丘的小帝姬，被胡地宠惯坏了，水军莫放在心上。哈，不敢，不敢。这位姑娘，你可是一直在青丘白浅身边伺候？是。那，你可听说过司音？坏了，帝君这是要追查墨渊上神的下落吗？那小八蛇他……绍兴不止，还算有那么点点良心。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不止。我是东华帝君。你若骗我，可是无人能救得了你。帝君，你吓唬人！绍兴，当真没有听说过司音。坚持住啊！哈，帝君，你就别再逼他了。他常年住在青丘，怎么会认识7万年前昆仑虚的司音上仙呢？说的也是。帝君，太成功。大胆，竟敢擅闯太成宫！四海八荒，还有我白凤九进不去的地方。没想到，竟然还有凡人敢来这东荒俊旗山！玉清昆仑山，7万年前，7万年前，我要你们全部陪葬！不可能！放在草屋里分明就是个凡人，而且与他的性别不同，可为何会有玉清昆仑山？赤炎金泥兽，你是何人？天族太子夜华。这山上怎么会有红色的闪电？
我躲了你们天族7万年，你们为何要如此赶尽杀绝？因果自有报应。这是龙啊！啊，神龙！神龙！神龙！这金尼兽的红莲异火果然厉害，竟无法恢复人身。先在此处休息几日。你醒啦？给。我屋里有只猫，希望你们能好好相处。好吃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小黑蛇，跟我走吧。这是何处？是他。梦境中，他是个男儿身，为何如今是个女人模样？你醒啦？你知道吗？你是我认识的蛇里面长得最俊俏的。你看。你头上还长了角，这手感滑滑的，真好。本君看起来很像蛇吗？你知道吗？在山洞里看到你的时候，以为你在冬眠呢。后来我想，现在不是9月份吗？还不到蛇冬眠的时候，就想你是不是受伤了，带你回来休养。金尼兽法力最高，却伤不了我的。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为什么这里除了飞禽走兽以外，都见不到与我一般的人呢？此兽是东荒郡极山，金尼兽霸占此山10载有余，自然没人敢上来狩猎。我跟你说，我呢就只有这间草屋，我看你也是无家可归，不如你留下来，我来照料你可好？本君只要3日就能恢复人身，重返天宫，何须你来养？不对，我不应该同你商量的。我既把你捡回来了，你就应该留下来陪我。不过若你想要走呢，我也不拦你，但你不能再有其他主人了，好吗？主人？好了，我呢也没有打到什么东西，只有这些果子，你就吃这个果子吧。这
这扇子，莫非是玉清昆仑扇？一个凡人，怎么会有昆仑虚的法器？公主殿下，君上今日怎么如此早就歇息了？可是身体不适。回公主殿下，君上领了天君的令，去人间降服金泥兽了。金泥兽？那不是秦苍的坐骑吗？没错，就是那只金泥兽，因为一族变故，逃到人间去了。那君上他何时会回来？我这炖了一盅汤，怕晚了就会凉了。这天上一日，地下一年，君上这一来一去，最多一炷香的时间，肯定回来了。那请你替我将这汤端进去，君上回来恰好能喝。是。不来朝会，竟还让本君表彰他们各分支的忠心。父君息怒，儿臣以为，昆仑虚已经散了，天族更需要和睦，各分支头领只可以安抚。大哥说的不错，南有鲛人族，北荒也不太平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一定不能起内讧。本君明白，你们两个不必如此担心。夜华呢？回天君，太子殿下去凡间降服金泥兽了。那夜华不在，你们两个先说说，有什么好的计策，让各分支头领感觉到本君以和为贵的诚意？素锦，你先退下。天君，你莫非以为素锦心向着外人？素锦自幼就被天君带入天宫，素锦……你一个女人，待在此处也无用，退下吧。是。素锦有个法子，可以安抚分支头领。你有法子？什么法子？封我做侧妃。封你做侧妃？天君封我做侧妃，一来不会助长任何一支的势力，二来也能让天下都晓得，天君对各分支是看重的。本君已经老了，早对后宫的事没有兴趣，会耽搁你。素锦只想为天君做些事，和我父君一样，为天下做些有益的事。正因为你父君为天族做出了牺牲，本君就更不能这样做。南有鲛人之祸，北荒又有此乱，天族正是用兵之际。天君不要再犹豫了，此事素锦心甘情愿，绝无怨言。你这孩子不懂，这是你终身大事，不能草率。倘若天君觉得亏欠了我，可否应允下一件事？
日后无论素锦有任何心愿，天君都会成全。我捡你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你受伤了呢？那些鸟被我捡回来的时候，也是用的这种草药，不出10日便可以好了。你忍一忍吧，很快就好了啊。你这是东荒特有的腐草，有去除腐烂之肉的功效，要配上再生功效的浆果汁才有用。如今你单独用这个，除了将我身上的伤口加深，并没有什么好处。好啦，我对你好吧？蛇是喜欢吃生肉的吧？蛇是喜欢吃生肉的，但我不喜欢吃。快点吃吧，会饿的。肉要煮熟了才能吃。你饿了我会心疼的。放肆！还不吃吗？你不吃，是不是想让我再亲你啊？不必，我吃就是了。此处的蛇真是聪明，还知道挑拣自己爱吃的东西。幸好那日把你带回来了，你比那些鸟啊还有猫都聪明多了。不如你跟我一起去集市上换些东西，可好？我在此处已经3日，该与你告辞了。虽然你将我身上的伤又加深了些，但心是好的。多谢3日款待，就此告辞。那我们说走就走吧。难道你看不出来就要下雨了吗？快要下雨了，先找个地方躲躲吧。听说太子在此处降服了金泥兽，若是早得了消息就好了。在天宫这数万年，都未曾有机会与太子殿下说上半句话。你这是要不语？太子殿下，今日不必不语了。是。乌云这样就散了。你又睡了，不是吃就是睡，真的是条蛇。太子殿下，素锦，天君，孙儿已斩杀金泥兽，特回来复命。好，你竟能如此顺利复命，果然不负本君所望。不过孙儿还是大意受了伤，有愧于天君的信任。可严重？无妨，轻伤而已。只是伤口处理不当，还需重新包扎。红莲业火并非等闲药法，不要掉以轻心。是。
慢点，这个收一下。我帮你，到这儿，来给我，来把这个，来打一下。还有啊，行，来这个，好，这个推回去还能用。前面还有点木头，来，先走，大叔，请问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昨天呀，有一只通体通红的，如同雄狮一般的妖怪，对着此处喷火。哎，你看看，到处烧毁东西。哎，这老天爷呀，可能是保佑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。哎，突然呐，黑龙现身降雨，哎，将这火呀全熄灭了不说，还一个劈雷把那妖怪给劈死了。那妖怪可是如同雄狮一般模样？差不多都这么传。金泥兽，哎，大叔，您知道妖怪的尸体在何处吗？哎，你这姑娘好生奇怪，还要看什么妖怪的尸体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当初，大哥就是和夫君的坐骑金泥兽一同失踪的。若真是金泥兽，就一定会找到大哥的线索。卖包子喽！张军拖着包子。卖了些果子，换了些铜钱。等一下，我们去吃茶听戏，走吧。哎，这符，看看这符啊！哎，这符若发生昨天的事啊，保证能受黑龙的庇护，毫发无损。来，哎，都有啊！都有。这符真的能驱妖吗？那当然，姑娘也想来一幅。妖怪我不怕。一个姑娘家竟有如此胆量，居然不怕妖怪。他是被打翻在地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这英雄一个耀马翻身将那老虎骑在胯下，他是挥了3拳2脚。姑娘，你怎么又跟着我？我不买符。贫道只想问问姑娘这扇子的来历。捡的。卖给贫道如何？不卖，这扇子是我捡的第一个物件，我要留着做个念想。哎，留它有用，何必要强行留它呢？我说不卖就不卖。哎，姑娘，你看，哎，你，姑娘，为何在贫道画符之时偷走了贫道的扇子？谁偷你的扇子了？还给我！就是你！哼，刚才贫道在门外画符，你上来凑热闹，趁我不备就偷走了贫道的扇子。这扇子是我捡来的。哎，你，大家看一下啊！来，姑娘，既然你嘴硬，我们何不找一中间人做个见证，看看这扇子到底是谁的？扇子本就是我的，何须旁人评判？如若这扇子真是姑娘的，那你知道这上面画的是什么？又是何人题的字？是，有道理。我之前并未仔细看过。你当然不知道，哪怕你知道了，你也不知道这扇子的来历。这可是我祖师爷传下来的，传到我这里已经好几代了。嘿，此扇画的是仙山昆仑图，此扇乃仙家法器，玉清昆仑扇。玉清昆仑扇。